现在这日子越来越难过，我我就不明白，没有这好好的日子我想怎么能变成吃这样？谁知道啊？给点米吧。我们这儿没有米啊，我们这儿哪有米啊？你看，我这都是菜汤，这还是野菜汤呢。我们都好几天没吃饭了。现在的事啊，天天打仗，粮食也供应不上，连担米都买不起。若不是因为那几道神谕，哪会发生这么多事啊？可不是嘛！我听说南渊国也因为神谕闹得鸡犬不宁呢。不过这些都是达官贵人的事儿，又是什么呢？就别传了。唉，神使大人，据神谕所示，这南渊部落的灵山上出有大量的仙草，是否真的能助我炼出那永生的丹药？神谕降下天机，稍纵即逝。你若不识抬举，忤逆神谕，哎呀，万万不敢，万万不敢！只是我为了夺那金矿，已经派兵攻打了其他部落。此时再攻打南渊的话，只怕是兵力不足啊。长生之机不懂珍惜，那便让与他人吧。不！神使息怒，我这便去招兵买马，定会夺回南渊的灵药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把我那没用的女儿青阳嫁给其他小国，来换取兵源。过程不重要，达成结果便是。谨遵神谕。国君，青阳公主已在外等候多时。让她进来。是。父王，母妃已经卧病很久，急需灵芝入药。灵芝那是炼丹所用，她一个病秧子，不配使用。没事，你也少来烦我，滚！是。驾！下！阿爷，这一趟辛苦你了。是我职责所在。此番调查，果然不出圣君所料，确有幕后黑手操控各国，又是几道神谕搅动的风波。是神族在利用各国向我施压，因一己之欲挑动战争，草菅多国人民不配为神。既已查明情况，便派东泽使臣前往各国加以震慑，对弱势部落派兵增援守护。之后若再有与神族勾结者，绝不姑息。是。如今各国战事皆起，这昭明竟仍无就范之意。神子未平，昭明又起。人界这种轻贱之地，倒是有不少眼中钉。威逼不成，那利诱呢？神，国师，有神降临宫中了。神使带来了神旨，说要给圣君封神。咱们人族竟然也要有天神了。神旨不过是一道废纸罢了。
圣君可要三思啊！神族器重你，你只需要按照神谕献祭3000童男童女，即可获得神位。如此殊荣，还不速速接旨？你竟敢毁神谕！我已说过，东泽不接神谕，我更无心成神。你竟如此不识好歹！如今各国战乱，死的人何止3000，只是让你献祭区3000孩童，难道他们就比那些死于战乱的人更重要吗？神族根本不明白生命的意义。昭明，不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传我军令，自今日起，神族入东泽，杀！是。施展！一意孤行，不敬神明，昭明，你必将付出代价！这世上竟然有人不屑成神，这块硬骨头让事情变得复杂，却也有趣起来了。敲山震虎不行，那便借刀杀人。神族在人间受限，杀不了的。但倘若他庇护的各国揭竿而起，寻起公职，这出恩将仇报的戏码，岂不更精彩？将昭明在意的各国化为利剑，反攻昭明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不过，之前各国纷争，昭明已经派出使臣，在软硬兼施的平衡术之下，已将战事平息。如今想让他们对昭明宣战，怕是不易。人心痴念无穷，那西林国主渴望永生。若是将这封神之佑抛给他，只要扇一扇风，那战火便就燃起来了。哎，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战火。这个世界本就该是无休止的战争。圣君切莫过于忧心。虽说各国调转矛头，剑指东泽，但我们的边防守军精于操练，战力充沛，定能压制敌军。人族本是同根所生，如今却要战场厮杀，兵戎相见，神族这招歹毒至极。况且，当下战局蹊跷，各国行军诡谲多变，定是神族在背后操控布局，才让这战火延绵不息。圣君，密探飞鸽传信，称西陵国主斩杀使臣，他已集结各国和部落的大军，形成强大的兵力同盟，正向东泽边境行军而来。这一仗因内斗纷争而起，更有神族从中搅动，谋划战局，举国军心已然不稳。若只是派出东泽强将迎敌，哪怕东泽的兵力再强盛，恐怕也不足以平息。你们去通知各位将领，整装点兵，随时出征。是。
昭明，阿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个人吃不下饭，想让你陪我一起吃。说是让我陪你吃，其实是你来陪我吃吧。果然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。我还有很多道理没有学会，但我知道，人不好好吃饭的话，身体是会垮的。如果你身体垮了，那些需要你的人该怎么办呢？所以，得先好好填饱肚子，才有力气想打仗的事情。阿朱说的在理。阿朱，眼下战事吃紧，我今日便要亲征。亲征？我曾听人说过，君王亲征和将军出征是不一样的。你一定要去吗？行军之道，一在战术，二在心术。这一仗，不止与人战，更是与神战。我必须得去，且必须得赢。这一仗，不止与人战，更是与神战。我必须得去，且必须得赢。为什么心绪不宁？是担心，还是不舍？阿朱想知道，究竟什么事情？情是欲念还是动力？只要我心里一直想着他，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阿朱都要永远陪着昭明。请昊天宽恕混沌珠，如今他尚未觉醒，才会错生情斗。我会将他尽快带回神坛，定不让神器动情之事发生。此道天雷只是警告，情斗续生，天罚必降，天律规则不可逆。若未能阻止混沌珠动情，吾自会将其摧毁。世间一时已便对万物漠然，今日却略显失态。可是你爱他？不爱。你终于醒了。昭明，你马上就要出征了，不要把灵力浪费在我身上。你遭遇惊雷，身体必受损耗。羽翼的凝神汤药未必有用，虚度你灵力方稳妥。谁说御医的药没有用？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况且我也没有被雷劈到，国师帮我挡下了。
都说坏人才遭天打雷劈呢，我现在好得很。可这道惊雷来得蹊跷，我已派人去排查玲珑殿的引雷之物。阿朱，日后若天色有异，你便减少出门。我出征的这段时间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若不放心，那就让我跟你一起去。阿朱，有时并非党于身前或并肩同行才算收获。你可知前线作战的动力是来自后方亲友？只要身后的亲友安然无恙，战士便能全心投入，与身前的敌人对抗到底。看似是战士保护了亲友，但其实也是亲友守护着战士。我希望你能留在宫中，好好守护我。我守护你，那你这一去要多久才能回来？在你吃完这包糖之前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。我让阿言留于宫中，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。张明，从明日开始，我要学习剑术。学剑术？我不想做一个被一道雷一下就晕倒的阿朱，我也不想做一个什么事情都要找阿言帮忙的阿朱。既然决定要守护你，就要有守护你的力量。你相比刚醒来的时候，不太一样了。人会长大，珠子虽然不会长大，但也会明白很多道理。张明，你的后方定会安然无虞。昭明已走2月有余，你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吗？之前昭明在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天过得好快，但现在的每一天怎么这么长？长到我看了好多画本子，吃了好多点心，写了好多字，还是没有结束。这应该就是你教我的那个成语“度日如年”吧？你的糖已经吃完了，可他还是没有回来。没有吃完呢，我还剩1颗。半月前便只剩这1颗，你不敢吃，你怕他回不来。他会回来的。我赠你这玉笔，是想让你书写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的性命悬于他人身上。
国师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同我去一个地方，到了，你便会知晓一切。这是昭明的密室。你当真了解昭明吗？昭明为了守护百姓，一心想要对抗神族，这是你和我早就知道的事情。不错，对抗神族的确不假，可若以利用、牺牲他人为代价呢？即使昭明天生神窍，人族抗神，也无异于蚍蜉撼树，唯有借助神器之力，方可一搏。混沌珠，就是他近在咫尺、唾手可得的方法。而你，便是混沌珠。你想知道整个故事吗？天地初开，昊天便淡化两大神器，混沌珠和天命树。所以，昭明将你复苏，也只是为了要利用你的混沌之力弑神罢了。所谓的拯救，无非是将你推入下一场牺牲。可你说的那些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是昭明唤醒了我，是他带给了我许多温暖与快乐。什么混沌之力，什么上古神器，现在的我只是一颗没有神力的废珠。我只想好好做人，陪在昭明身边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重要吗？你已然对昭明动了情，那道天雷便是警示，神器不能有情，更不能暗人，否则会被摧毁于世间。为今之计，是你随我回神坛，斩断你的情丝，继续做与天同寿的神器。只有这样，才可躲过此灾。我不会回去的。我已经开始感受到什么是情，怎么会愿意回去过那样清冷孤独的日子？与天同寿又能怎么样呢？每个人所在意的不同，对我来说，活多久不重要，怎么活，跟谁一起活才重要。你说的混沌珠，在补天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，昭明救回来的，
是阿朱。你我永生永世，看透了生死因果，你为何还是不懂？人的情最为短暂，最为脆弱。不懂情的，真的是我吗？天命，我应该这么叫，对吗？你说我们有数万年的相伴之意，但抱歉，如今的我真的没有这段记忆。也许这么说会令你难过，但我是不会跟你回去，我要留在这里，等昭明回来。苍野满阁凭烛观月色，便是死，你也要留下陪着他。如暖风挽进了缄默，青丝朵朵，千山经过，我心默默。听随我缘尽世间的花火，我心田与你风如桃花牵朵，无法强行带神器离开。你要干什么？既如此，你我便立下3条赌约：若我赢，你随我回神坛；若你赢，你想留下做人，便留下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赌？凭我，可以给你这颗乾坤珠，关键时刻，它可救昭明性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天命所示，昭明会遇生死劫，天命之书从未出过错，而这颗乾坤珠，它可以颠倒乾坤，为昭明争取一线生机。这赌局，你不得不入。好，我跟你赌。有些命运，不是你想放下就放得下的。你说，究竟什么是情？为何世人有情便能活得熙熙攘攘、热气腾腾？若是我们也能拥有情，是不是神坛就不会这么冷清了？你我本为神器，理应遵循昊天。问情的过程，便是消亡的过程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盈仄，宇宙洪荒，天命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神族内战，天幕崩裂，万物濒危。混沌珠，速去补天。
以身执行法则，毁灭世间秩序。天幕裂口硕大，此次修补凶险万分。昊天，我愿以身相替，待混沌珠修补天幕裂口，望准允。神器各司其职，不可乱序。混沌珠乃拯救属性，理当应对天地浩劫，而你乃运行属性，你有你自己的使命。天命背逆天意，你可知后果？只有不死，才能相伴。阿朱，活着。那些是我的记忆。一定是受了这乾坤珠的影响，才会梦到那些可怕的事情。天命所示，昭明会遇生死劫。天命之书从未出过错。这乾坤珠，它可以颠倒乾坤，为昭明争取一线生机。这赌局，你不得不入。前方传来消息，我军遭遇敌军埋伏，圣军身受重伤，以军医之力恐无法医治，速去派最得力的御医赶往营地。难道这就是昭明的生死劫？阿言，让我和御医一起去军营吧。你去军营，你是能治病，还是能杀敌？圣军的伤，自有御医医治。昭明这劫，御医医不了。你带我去吧，我能帮他。你待在宫里，便是对圣军最大的帮助。哎，昭明遇劫，只有我能救他。圣军对我的命令是，留在宫里，护好你。你在宫里怎么样都行，但我不会让你出宫。圣军的命令，你当真只将他视为君主吗？你与昭明肝胆相照，出生入死，你们的情谊早已超过君臣，比肩挚友兄弟。我知道，君力如山，但抛去圣君的身份，你明知兄弟犯险，却还是要恪守规条，无动于衷吗？如今昭明重伤，
处境定是艰险。阿言，你忠诚至信，我不为难你，但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法前去军营找昭明。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，长路不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昙花间阿朱，昭明呢？阿朱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呀，昭明呢？阿朱，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昙花间多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眸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阿朱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以为我什么？你伤哪里了？战事怎么失利了？为什么还不撤退？我们胜了。胜了。可是宫里收到消息，说战事失利，你受了重伤。那是昨天的战报了。所谓失利，是圣军的获敌之计。瞒着你，也是想做戏做全套吗？今晨，圣军率军冲破敌营，大获全胜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一副战败的样子？我只是在苦恼午饭吃什么而已。随军数月，胜了还不得大吃一顿，好好庆祝一下。这事儿你也知道？知道。所以就瞒着我。祸敌之策，这把我吓惨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战报也不全是假的，圣军是真的受伤了。你伤哪里了？伤得重不重？我从宫里带了很多上好的药，你跟我进去，我帮你上药。既然你为昭明动了情，不惜违逆昊天，那我们立下的第一个赌约，便是人性不坚。昭明移情。这位是？这位是西陵国的清阳公主，这位是阿朱。
每一道伤是不是都很疼？我从小到大，不是跟着父王出征，就是独自领兵。这大大小小的战役也参加了很多，受伤亦是常事。没关系。觉得苦的时候，就吃一颗糖，有甜包着，就不会显得那么苦了。你吃糖的速度比我想象的慢。我以这包糖与你约定归期，也是希望你心中有盼。没想到，你真在我凯旋之日，如约持剑。我怕我吃的太快了，你来不及回来，更怕我把糖吃完了，你却回不来。所以，只剩最后一颗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吃了。好在，终于等到与你重聚之日。原来盔甲的分量这么重。你知道吗？宫里一直有很多你的传闻，都说你是战无不胜的战神。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战神背负的这么沉重。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战神，只不过每次都抱着必死的决。你一定不会死的。一定？嗯，一定。怎么伤的？骑马的时候勒的，没事，不疼。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？你从来都不会骗人，你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。这么深的伤口，怎会不疼？阿楚，这一路辛苦你了。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的。嗯。你已然对昭明动了情，那道天雷便是警示。人妻不能动情，更不能爱人，否则会被摧毁于世间。看什么呢？这位青阳公主，便是战败的西陵国进献给圣君的礼物。高贵的公主，
也能被当做礼物吗？乱世之下，公主又有何贵？